大家好，我是来自起校实验室的范雪伦。今天要分享怎么只用1锅油做出2道冰箱常备菜：青龙炒豆干和蜜汁小鱼干。这2道菜冷藏3到5天都没有问题，从冰箱里拿出来就能直接吃，也可以带便当，非常的方便。我常买的冷冻小鱼干1包是300公克，今天我用了其中大约200公克。先处理丁香小鱼干，简单淘洗后沥干，接着再倒入大约小鱼干1/4量的米酒，把它们拌一拌，让每一只鱼干都能接触到酒，这样可以先中和一下海鲜干货常见的腥味。一样也记得沥干。接下来处理一下豆干，我习惯用的是新鲜的原味豆干，不是比较常见的五香豆干，这样不用担心添加物，有机商店也比较容易购买得到，简单又安心。重点是做出来也一样很好吃。切的方式其实就看个人喜好，但有种方法想要推荐给大家。首先从豆干的侧边入刀，把豆干切成更薄的薄片，然后再斜切成片状。这样切的好处是可以把豆干切得更薄，而且口感比较嫩的地方面积更大，更容易吸收酱汁。完成后把豆干沥干或是擦干，等一下过油的时候才不会太刺激。接下来把洗好沥干的糯米椒去掉蒂头后斜切段，辣椒去籽后泡水，爱吃辣的话就可以直接用。蒜头是给青龙炒豆干用的，依照自己的口味决定用量。压扁后就很容易剥皮，直接用或是切末都可以。姜是给蜜汁小鱼干用的，加一点姜泥可以让味道更有层次。觉得麻烦的话不加也没有问题，但建议不要用剁碎的姜来取代，因为大多数人不太喜欢在吃小鱼干的时候咬到姜粒。这样我们就完成了所有的备料。等准备完，主角小鱼干也已经不滴水了，豆干表面也没有多余的水分。热锅，然后倒油，用量能盖过大部分的豆干就可以了。把筷子放进油里，如果像这样马上冒出比较大的泡泡，油温大约在170到180度之间，这时候就可以下豆干了。因为豆干的量比较多，下锅后油温会很快下降，所以要注意油温必须保持在持续有冒泡的状态。给大家看一下我起锅时的状态，外皮薄薄一层是金黄的，内部还留有很多可以吸附酱汁的孔洞。大家可以依照自己喜爱的口感决定起锅的时机。炸完豆干后维持中小火，看到油面有些小泡泡，代表油温刚刚好，可以接着下小鱼干了。有注意到炸了小鱼干的油杂质很多吗？所以建议一定要先炸豆干，顺序是不能颠倒的。炸到差不多像这样子就能起锅了。接下来做青龙炒豆干。热锅之后先放入大约50公克的小鱼干，先把小鱼干的油稍微逼出来之后，投入蒜末、辣椒与豆鼓，呛入少许米酒、1小匙糖，然后投入豆干后拌匀，最后再放入糯米椒，快速翻炒之后来调味。薄盐酱油2小匙，日式香菇酱油1小匙，然后补上约20ml少量的水，开大火均匀翻炒收汁。试味道后，我又再补了1小匙的日式香菇酱油，翻炒均匀，很快速地就完成了。接下来做更简单的蜜汁小鱼干。锅烘干后下2小匙的糖，小火把糖加热到结块，投入姜泥、2小匙的薄盐酱油、日式香菇酱油1小匙，
水100ml， 稍微拌匀之后，加入1大匙的蜂蜜，中小火把酱汁烧成浓缩的状态之后，开中火加热酱汁到起泡。最后投入小鱼干，快速搅拌，让每一只小鱼干都均匀地沾到酱汁。最后撒上大量的白芝麻，拌匀之后就完成了。就这样，我们用1小锅的炸油就完成了2道非常美味的小菜。青龙炒豆干建议3天内吃完，口感会比较好。蜜汁小鱼干可以冷藏5天，是大人小孩都非常喜欢的口味。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内容。我是来自起笑实验室的范雪伦，希望你今天也吃得很好。我们下次见。